七圣召唤真尼玛好玩。大家好，我是思凡。七圣召唤昨天总算是开放了匹配啊，经过我一天努力的测试呢，也算是靠着自己的理解组了一副强度还不错的卡组。印象中一整天打下来只输了3-4把，一次输给了克皇激化队，一次输给了天湖的萧公。召唤流基本没输过，只有一次是因为我判断失误输掉的，还有一局是我掉线空过了一回合，但就算这样也差点赢了。强度亲测有保证，卡组的角色构成为菲谢尔、凯亚和琴，我把它命名为超导扩散流。主要思路就是利用菲谢尔的奥兹挂雷，然后切凯亚快速的开出大招。凯亚大招每次切人都是可以造成2点冰元素伤害的，我们就是利用切人挂冰打超导的穿刺伤害以及扩散来打出让对手看不懂的 AoE 效果，然后在对手的一脸懵逼中取得胜利。卡组的整体构筑如图所示，其中核心卡牌为鹤龟、流苏、新天之兆、白垩之术，交给我吧。这些牌棋手看到基本是必留的，其中这3张牌都是充能牌，棋手看到只需选留2张即可。甜铁嘴虽然也是充能卡，但因为它是回合结束才能回能的，灵活性上不够，所以优先级并没有其他3张来的高，一般作为次选。其余的像群玉阁、运筹帷幄等优质的一费卡看到也可以留，至于其他牌根据其作用选留即可。这套牌主打的就是一个节奏，能一回合释放2次技能是最好的。至于3费和2费的行动牌，大多时间都是卡节奏的。角色牌站位如下，出战角色就选择菲谢尔，摇骰子时我们最好能摇到3点雷元素和3点冰元素。首先菲谢尔一定是要召唤出奥兹的，如果我们先手呢，那么根据敌方的阵容我们需要做出判断，要不要用鹤龟。这里的鹤龟是为了让菲谢尔规避元素附着，因为菲谢尔放完战绩我们是需要切凯亚的，这个切人流程基本是固定的。如果对方是像纯水这种战绩不会造成伤害的，那么我们是可以选择留守鹤龟的，等到凯亚放大之后再用。如果我们是后手，菲谢尔已经被挂元素了，则就不用打鹤龟。切完凯亚之后，我们最好的选择是释放战绩，除非骰子摇得不够好，不然这次战绩我们是一定要放的。我们需要攒1点充能，下回合开大启动。放不了战绩的话，普攻也行。这样一来，菲谢尔战绩加切人加凯亚战绩，我们已经用完7费了。还有1费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充能牌。如果我们有流苏，那么根据流苏的效果，切换角色时，若角色充能为0，则使该角色获得1点充能。这样一来，在切换凯亚时，我们就已经获得1点充能了。再加上凯亚的战绩，凯亚就已经满足了大招的释放条件。没有流苏的话，用白垩之术也是一样的。因为菲谢尔已经用过战绩了，它是有1点费用的。这样一来，凯亚也能有2点充能，同样满足大招的释放条件。千万不要有我不转移2点充能我就亏了的想法。白垩之术就1费，只要角色能开大是纯赚的。2张都没有的话，用新天之兆也是 OK 的，只是我们不是这回合用，而是下回合用。这样我们一样可以让凯亚在第2回合就开出大招，而甜铁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费用不够。除非棋手能留到换盘时间，可以省出1点费用，不然它还是次选。除了以上的情况，假如我们同时用甜铁嘴和新天之兆的话，也可以选择不使用凯亚的战绩，2张牌正好4费2点能量，凯亚同样可以满足下回合开大的条件。这个充能思路其实在其他队伍里也是能用的，像是行秋、萧公、克莱，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没有遇见过和我一样这么玩的。凯亚开出大招之后，就是愉快的切人、超导扩散的时间了。利用琴的扩散施加附着，配合奥兹打超导，我们只需保证奥兹不断即可。具体如何操作呢？还是得看当时的战局。这里我说了凯亚这张牌，我认为凯亚是一张强度很高的单卡，大招只需2点充能，4费打1，然后持续3次切人，每切1次人就会造成2点冰元素伤害。启动时4费打1是纯亏的，但后续我们只要能打出2次以上的超导，我们就是纯赚的。和凯亚大招类似的牌还有行秋、香菱、萧公。行秋3费打1，持续3次，每次2点水伤；香菱4费打2，持续2次，每次2点火伤；萧公3费打3，持续2回合，每次1点火伤；凯亚4费打1，持续3次，每次2点冰伤。看着好像不太平衡，对吧？有的费用高，有的费用低，但他们各自的触发条件是不一样的。行秋是普攻触发，适用面窄，但是一旦遇上对的角色，比如萧公和神里，就能打出超模一样的表现。香菱是技能触发，适用面会更广一些，但是只持续2次，多少有点对不起这4费启动。萧公比较特殊，它是按回合算的，同样是技能触发，考虑到技能的费用一般都是3点，配合降飞的圣遗物牌，
所以实际上的可用次数是3到4次。而凯亚的触发方式和他们都不一样，它是切人触发的，而且是先手上兵的。我不好说它是不是更好的触发方式，因为切人会导致我们的行动结束，但是切人它只需花费1点，操作性上相比3费的普攻和技能要来得更高。主动权其实是在我们手上的。实战中，就算对面想要切换无附着的角色上场规避超导伤害，我们也可以利用切人再给他上兵，在回合结束时，奥兹依旧可以打出超导。可以说，凯亚的大招灵活性是非常高的。在我打的对局里，往往对手就会因为漏算凯亚的大招而吃哑巴亏，有一种打信息差的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凯亚大招启动需要4费冰元素，通常我们都需要利用元素调和，又或者是2费的派门来达成这一条件。但只要你会用的话，凯亚大招一定可以给出敌人出乎意料的一击。凯亚本身的天赋卡也挺强的。每回合第一次使用战技时，都会给自己回2点生命值，配合上封印剑，还能做到血越打越多的情况。在残局时，我们也能利用这2件装备打收割，不过仅限残局的时候，前期过早抓到的话，这2张无论哪一张卡其实都是拖节奏的，一般我都会用来元素调和。为什么带琴呢？我主要是看上了分析的扩散，而且琴的分压键是可以强制别人切换角色的，只要对面没有快速切人，在对付某些单 C 卡组时是有奇效的，例如女仆和萧公。面对同样打 AoE 的干预，琴的大招也能提供群体治疗，唯一的遗憾就是琴的大招没有爆发伤害，虽然它会生成一个蒲公英领域，但游戏里琴的大招是有伤害的呀，我不能接受，说实话，所以我很少会用到琴的大招。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砂糖呢？砂糖的战绩也同样可以强制对手切人，而且大招只需2点充能，普攻也能扩散，好像会更香一点啊。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换的。不过我个人会更喜欢琴，因为琴用的也是单手剑，也能用封印剑，这也是为什么我带了一张朱武精通的原因。当然发牌员也不可能每次都照顾到你，有时我们就是抽不到好卡，就是摇不到想要的骰子，这时我们的运营就会更看经验了。每局游戏都会有变化，一开始上手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伏笔的，特别是凯亚大招的利用，等玩久了吃透了，那么打起来你就能感受到强度了。举一些比较常见的对局吧，首先是召唤流，虽然大家都说很恶心，但我其实对此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无论是克莱、皇女、纯水还是香菱还是莫娜，就这么说吧，对上召唤流9一开，我9他1，甚至不用专门带对策卡，我是一张都没有塞的，因为会断我自己的节奏。这套牌打的就是节奏，很多时候你释放支援牌都不如打一次战绩来的有效果，除非迫不得已，不然像3费的派门、敌月港口这些卡基本就是卡我们手的，是断节奏的。只有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打这2张卡。召唤流一般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是很好打的。第一，尽量让自己的角色不被附着元素。第二，注意对面召唤物的顺序，因为7圣召唤各种牌的结算顺序是有规律的，谁先结束回合，先结算谁的。召唤物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结算，所以我们是可以很容易推算出召唤物的具体伤害和反应顺序的，然后我们只需要切换角色去扛伤害即可。一般来说，只要你正常玩，召唤流是打不过我们这套卡组的。激化队会比较怕激化队吧，因为这个激化的伤害是真的高，莫名其妙的高，看不懂的那种，各种 buff 叠起来的伤害就离谱，但也不是不能打。具体4-6开，我4他6。第2回合能保证凯亚开大的话，可以做到5-5开。但还是一样，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角色被附着元素，还有就是防一手对面克勤或是菲希尔的大招，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这俩大招的 AoE 伤害太恐怖了，有改变战局的效果。有一次我就是判断失误，被菲希尔大招收了2个。总之，科莱的天赋卡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超模的，卡牌游戏其实都是有具体的伤害模型的，比如说3费的战绩是打3，这就是最标准的伤害模型。菲希尔战绩是打1，召唤物持续2回合，总共也是打3，但它的伤害可以多次附着，所以有回合结束的限制，这是召唤物的基本模型。但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费用，它是骰子投出来的，骰子投出同种属性的概率本身就会更低，所以高费的伤害模型自然也需要考虑到这点。比如说干预的双滑石5费打6，其中4点还是穿刺伤害，但你说它超模吗？5费的费用摆在那里，所以费用越高的技能，它的伤害模型也会越高，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科莱的天赋卡3费打3还能白送你1点草伤，而且触发对象是我方角色，不是克莱本人也行。对比凯亚的天赋卡虽然能回血，但它是4费，1回合只能触发1次，而且得是本人。
萧公的天赋卡多了一点伤害，也是多了1费，而且是本人触发。我操魔！我只能这么解释，现在是须弥版本，所以策划在强推草系反应，扯得有点远了。还有遇到比较多的队伍就是萧公行救队了，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不懂怎么打，直接被萧公一回合射穿了3个，但主要还是因为对面天胡，这种是属于没办法的，只能认。换做正常对局的话，我个人觉得是 5.5 比 4.5， 我这套小优。关键点在于开局的菲希尔打行丘，经典对局。首先行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它释放战技和大招时都会给自己施加水元素附着，但是这个水元素附着遇到雷火元素它是没有伤害的，同时还能消除自身的雷火元素附着，但遇到冰草元素的话反应是会生效的。所以这里菲希尔和行丘的先后手顺序很重要，如果是菲希尔先攻，行丘可以利用战技消除奥兹的雷附着，但如果是行丘先攻，那后手的菲希尔就可以利用奥兹打出感电伤害。而博弈就在于此，只要我们能让菲希尔处于后手的地位，我就能占据主动，局面也会变得非常好打，可以打到6-4甚至7-3砍。但聪明人也是有应对方法的，有经验的行丘玩家会选择普攻攒能量，但这样我们依旧是赚的，他少了一次雨莲剑和一次水附着，优势在我。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直接让凯亚战场，这样不论先后手，行丘都会不敢释放战技，因为会把自己冻住。除了以上几种队伍搭配以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像是迪卢克猫猫、莫纳神里萧公啊，这些个人觉得打起来都不难，都是优势对局。总之，以上就是本期卡组运营思路分享的全部内容了。牺牲召唤我自己还是玩得挺上头的，不过因为游戏机制的原因，我们是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优势的，节奏上可能会劝退大部分的原神玩家吧。而原神绝大部分的玩家都是休闲的，保守估计最终牺牲召唤玩家占比可能10%都不到。不过相关的内容我还是会出的，只是现在的角色牌和行动牌都不多，套路比较少，希望之后能加入更多的种类，丰富一下游戏内容吧。那么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